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俗话说，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酱是炒菜、做饭必不可少的一种调料，有上色增味的作用。日常烹饪当中，我们会用到很多酱，比如说甜面酱、黄豆酱、豆瓣酱、番茄酱等等。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关于各种酱的区别和使用技巧，干货满满，建议大家收藏。看完以后，保证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。首先，我们介绍第一种番茄酱。番茄酱主要用于制作糖醋口味、茄汁口味的菜肴，比如说糖醋里脊、糖醋鱼、樱桃肉、茄汁鱼等等。大多数用于制作酸甜口味的菜肴。西餐中，意大利面、炸薯条、鸡翅当佐料都要用到番茄酱。接下来我们介绍黄豆酱，又称大豆酱。大豆酱是中国传统的调味酱，主要以黄豆为原料，把黄豆炒熟后碾碎，加取发酵而成，有浓郁的酱香味和脂香味，咸中带甜。黄豆酱适合蘸、焖、蒸、炒、拌等各种烹饪方式，可以当做蘸酱直接食用。它和诸侯酱的原料都差不多，但区别就是制作工艺不同。黄豆酱是直接发酵而成，而诸侯酱是晒制后蒸煮而成，所以风味也不同。接下来介绍甜面酱。甜面酱也叫甜酱，以甜味为主，甜中带咸，有浓郁的酱香味和脂香味，呈黄褐色或者红褐色，富有光泽。它是以面粉为原料，经过制取发酵而制成。甜面酱是用于烹饪酱爆和酱烧类菜肴，也可以直接食用，比如说蘸食大葱、黄瓜、烤鸭等菜品，当做蘸碟，最好蒸煮一下，去除一些酱的涩味。京酱肉丝、酱爆鸡丁、酱香鱼都要用到甜面酱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川菜的灵魂豆瓣酱，它主要由蚕豆、黄豆、辣椒、香油、食盐经过发酵制作而成，颜色呈红褐色，下锅后能炒出红油，让菜品变得又红又亮，是烹饪回锅肉、麻婆豆腐等川菜必不可少的酱料，口味香辣，味道鲜美。豆瓣酱适合烧、炒、蒸等做法，不适合直接吃。做辣味的菜肴一定少不了豆瓣酱。豆瓣酱发酵的时间越长，味道越醇厚，价格也更贵一些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海鲜酱。海鲜酱有浓郁的鱼香味和鲜味，是烹饪海鲜、肉类的优质调料，能够有效的去腥增鲜。它是以甜味为主。海鲜酱的用途也非常广泛，烧、炒、蒸、焖都可以用到。做酱香类的菜肴可以搭配甜面酱使用，效果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我们介绍诸侯酱。它是一种以人名命名的酱，发明它的人叫梁诸侯，是佛山人，而诸侯酱就是佛山的特产之一。诸侯酱是做肉的好酱料，可以烹饪猪、牛、鸡、鸭等肉类，酱香浓郁，做出来肉鲜嫩入味，没有一点腥味，而且不油腻。传统的诸侯酱是以大豆、面粉为原料，经制取晒制而变成酱胚，再加上猪油、白糖、芝麻重新蒸煮制成。它的口味是咸中带甜，诸侯酱可以上色增味，口感清淡不油腻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叉烧酱，它的原料不是黄豆、蚕豆，也不是面粉，而是白糖、酱油、大蒜、香辛料、红曲粉制作而成，颜色红润，可以上色增鲜，是粤港澳地区非常受欢迎的酱料。叉烧酱酱香浓郁，甜中带鲜，有很独特的风味，可以蘸食、拌面、拌饭、调馅，还可以炒、烧、烤等等。著名的叉烧饭中的叉烧肉就是用叉烧酱腌制而成，还能腌制排骨、鸡翅等等。还有一种我们不常用的排骨酱，排骨酱不是用排骨制作而成的，它里面没有一点肉，是用豆豉、大蒜、辣椒、白糖、番茄、芝麻为原料制作而成。之所以叫排骨酱，是因为非常适合烹饪排骨，能够去除排骨的异味，增加香味，适合佐餐、凉拌以及炒菜、烧菜等等。关于各种酱料的使用技巧，您学会了没有？学会的同学点赞支持，没学会的同学收藏转发，慢慢消化。感谢您的支持，再忙再累，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